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婚姻是霸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。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婚姻才刚过几年，之后就正式传出分居消息，两人名下的财产并没有出现分歧。大约在那时，两人根据他们的孩子结婚。他们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分开。人们真的很想考虑，如果他们当时没有孩子，他们是否永远不会结婚？冯绍峰在上海被带到世界，并从上海戏剧基金会继续前进。冯的父亲拥有几个组织。冯绍峰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，拥有数十亿财产的遗产自由。冯绍峰在嫁给赵丽颖之前有几个前任，而倪是他公认的前任。不同的祖先都是小道消息，并没有权威声明。赵丽颖在一次被带到了一个世俗的家庭中，因为冯小刚的投影，她巧合地成为了一名艺人。更何况她在群里跑特技很长时间了，一般人都会对她视而不见。她是多么坚定的心和决心！赵丽颖的绝技都是极强的，她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。她在怀孕4个月后出现在片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努力。她没有显赫的无止境的根基，完全可以靠她的勤奋努力。从两者的出发点来看，可以说是灰姑娘和霸道总裁的常规故事。这个故事其实会经历重重阻碍，婚前的感情会被婚后的真相彻底打破。赵丽颖性格这么扎实，婚后几个现实因素是不会承认的。所以他们的分离速度同样非常快。按照两人的年龄差距，相差近10年。对于媒体来说，这是一个主要的对比，这是一个艺人从现在开始轻松的过程。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合理的工作将越来越少，反对意见将变得越来越激烈。类似的工作有更广泛的决定范围，如果演技不在一个水平上，很难承担剧中的主要角色。对于大多数著名的电视剧，它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节目，所以冯绍峰和赵丽颖最终有了这个区别。基于凯旋的作品令人惊叹。如果一个人达到顶峰，他的心态会发生变化，他对职业和冒险精神的追求也会发生变化。此外，如果一个人处于职业的顶峰，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职业中，并抓住辉煌的时刻去尝试。赵丽颖正处于职业的顶峰，她惊人的技巧和抱负，尤其是她的强项，再加上她的经验，她会把她的职业放在所有其他事情之上。酋长和灰姑娘的故事可能只会出现在书籍或戏剧中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情况？完美是麻烦的。平静的划分同样是一个体面的安排。02琳琅满目的感觉，诚意到底有什么不同的震撼，让网友们几乎看不懂。对于诚意，很多网友的主要反应可能是他是个大艺人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2020年琉璃播出时，他凭空名扬全国，而他的恶名也无可挑剔地印证了金子永不褪色的格言。作为一个伟大的艺人，他会用心去理解这个人，然后利用他卓越的演技，将这种感觉引入到所有意图和目的上。大多数观察者都不是专家，在看节目的同时，他们更加关注自己是否能与节目产生深刻的关联。诚意这点确实做得很好，无论是真实感受的刻画，还是拍摄系统中显示的小焦点，都能让人眼前一亮。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在他的呈现中不断地影响着人群的气质。在各种戏剧作品中，他同样准备好毫不费力地处理各种角色。在现实中，他饰演的周易安与他所饰演的不同职业完全不同。无论如何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打得很好，并没有在他身上看到最小的不同角色。这样一个伟大的演员，在其他方面不亚于一个伟大的演员。在《你好星期六》中，诚意展现了他的诙谐幽默，用他的表演逗乐了嘉宾和观众。尽管他上过的综艺节目不多，
但网友们也很难否认她和演技一样的综艺感很强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宋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我们期待她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。你喜欢孙怡吗？在评论部分告诉我们您的想法。03，冰与火值得看吗？真实数据一目了然，王一博演技提升明显。现在一部作品的播出率更高，除了在剧情上多花心思，在男主角的选择上也要用心，演员身上带着自己的嗡嗡声，才能提升节目的热度。《冰与火》这部剧在还没播出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，主要是因为里面是王一博主演，近2年对他的红黑影评不少，再加上陈晓，两人还算不上剧中骨气，绝对不是年轻人的流量。现在这部剧已经收官了，基本维持了当初的高热度，收视率也没有下降多少，对于粉丝朋友来说还是挺欣慰的。说实话，王一博在这部剧中的演技完全没必要再尴尬的吹嘘，他有演技，这部剧展现了他的真正实力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努力。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他执行完任务后坐在破旧的农用车上，头发凌乱，满脸灰尘，一脸霸道奶的小表情，让网友们忍不住大呼，这个宝物还是可以洗的。该剧自播出以来，话题层出不穷，为观众搭建了网络讨论平台。除了这些热议点，该剧也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每个角色都变得更加立体，案件也更加紧凑完整，成为爆款似乎也顺理成章。这一时期类似的悬疑剧也有不少，但每一部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。这部剧在播出之前，怕是会面临同样的境遇，没想到它不仅冲到热播榜前3，还霸占了前3，连星夜都留下了。在后面，即使现在它已经结束了，但热度仍然很高，它仍然在 Hot 100的前10名中。它在互联网上的播放量甚至超过了46亿，我认为不需要说这个数字代表什么。白夜追击当年的总播放量是 79.4亿，节目刚刚更新，总播放量还有待刷新。王一博饰演的陈宇特别受欢迎，他有些执着和热血，为了查明真相，不惜置身于险境，从他身上看出，做一名警察并不容易。陈晓饰演的吴振峰特别让人心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底线。故事跌宕起伏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这2个人物性格鲜明，越看越上瘾。凭借这部剧，王一博算是在演艺界站稳了脚跟。近日，由他主演的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即将上映，定档9月30日。该片讲述的是一名空军试飞员的工作和生活，期待王一博的在这部剧中的表现。04，龚俊粉丝被指暗指杨幂，谁是狐妖小红娘岳鸿章有些不思很明显。狐妖小红后岳鸿章，完整演员阵容官宣后，女主杨幂，男主龚俊，其他配角也不错，演技颜值在线，可以话说剧方这次选角还是挺用心的。阵容的官宣，理论上应该让各家粉丝喜出望外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龚俊粉丝的想法不同寻常，暗指杨幂欺负自己的合法主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首先，他们说在狐妖小红后的宣传海报上，龚俊的份额太小，无法突出男主的地位，肯定是被杨幂故意压制了。后来据说开场的时候，杨幂插的香就像在中间，而龚俊的被挤到角落里，龚俊实在是太惨了。看到龚俊粉丝各种莫名其妙的 Q 杨幂，杨幂家的粉丝们都坐不住了。后来某个营销号下来后，更是激化了2家的矛盾。一个宣传狐妖小红后的营销号，4张照片中的3张是杨幂，龚俊粉丝觉得不对劲，就去私信他问是不是女团买的，但营销号返回是。这话一出马蜂窝，龚俊粉丝都觉得弟弟被杨幂欺负了，公司的粉丝都觉得自己的弟弟被杨幂欺负了。他们在说他们的妹妹有点，他们的妹妹真的很红，杨幂应该让他们的兄弟一个人待着。杨幂家族粉丝不承认，称被冤枉。但网友们也有眼光，
宫军粉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，大家心里都有一面明镜。动漫版的狐妖小红后太出名了，拥有庞大的粉丝群。归根结底，是因为宫俊的粉丝太贪心了，他们在装无辜，踩着杨幂的脚趾。杨幂应该是狐妖小红后的女主，这从剧名就可以看出来。除非把名字改成东方之使，否则宫俊就是二凡。通常在改编电视剧的时候，其实是对内容进行了轻微的改编，毕竟要和小说动漫一模一样还是很困难的。作为杨幂，她没有对剧情做太多改动，还能保留宫俊的发挥空间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宫俊的粉丝们被折腾得一塌糊涂，真是不知所措。其实花哥之前也说过，杨幂一直是个比较大方的人，对自己的后辈也比较宽容。但宫俊的粉丝们不能把别人的包容看成是无良黑杨幂的依靠。真要惹这妹子生气，宫俊能不能再弄一次？虽然宫军迷恋杨幂阴阳怪异的内涵，但杨幂出道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首先，杨幂是真的火了，火了也不是一两年，而是10几年了。如果她没有能力，她能在娱乐圈站这么多年吗？其次，不说别的，杨幂的代表作很多，口碑和观众反响都很好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粉丝？再看看宫军，他有什么？从他走红到现在才2年，正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他爆出来的节目如果现在播出，肯定是见不到观众的。除了这部剧，他还有哪些杰作？粉丝们不会为自己的短时间出名找借口，看看同期走红的艺人就知道了。他们既有流量又有业务，甚至还从电视剧转向了电影。宫俊的颜值算不上娱乐圈最好的之一，也许只有粉丝觉得他最帅，演技比他好很多，流量也只是顶流一般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他的粉丝们的勇气，让他们敢于挑战杨幂的粉丝。虽然宫军粉丝的行为是自找麻烦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件事对宫军本人还是有些好处的。狐妖小红娘的女主杨幂存在感很强，女配也在不断营销。她所谓的男主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寻找存在感。节目曝光，不过花哥还是提醒了双方粉丝，撕掉节目对节目的宣传不利，尤其是宫军粉丝的抹茶行为，已经引起不少路人的反感。本来有很多黑粉不习惯他，更别说很久了。不管怎样，狐妖小红娘中的人物都是相当惊艳的。希望这部剧能给大家带来惊喜。